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第一语，我是 Nico 啊。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关于9月份，你们可以期待什么，可以实现什么啊？会有怎样的好消息和好的转变在等着你们？那在我们面前呢有3组牌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组牌、第二组牌、第三组牌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。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，那么大家在选牌的过程当中，可以在弹幕上打出领取好运来领取你们的专属好运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第一组牌啊。首先第一组牌的第一张牌就是命运之轮啊，说明9月份是命运之轮重新转动的一个月份，很多随机的事情啊，意想不到的事情会发生，然后命运的天平也会往你们这一边倾斜。这个命运之轮意味的是就是命运会在9月份重新给你们洗牌和抽牌。9月份很多事情它是会产生变化的，尤其是那些陷入到停滞和阻塞的东西会重新运转起来啊。你们要记住，这个命运之轮它不是来注定你们的命运的，因为你们不仅仅是命运的承受者，你们同时也是命运的创造者，你们同样也可以创造自己的命运。那么第二张牌呢，逆位的圣杯7啊，9月份你们一定要学会抓重点啊，因为选择会很多，甚至有一种多到眼花缭乱的感觉。逆位的圣杯7代表的是9月份会有很多的诱惑，这个诱惑会让你们分心，但是9月份你们需要让自己的心定下来。所以说9月份你们可能会放弃一些看似很美好的东西，或者说选择，或者说诱惑，因为那些东西只不过是看起来很美好，当你们靠近啊，体验过以后，你们会发现很多事情是在浪费你们的生命，浪费你们的时间。9月份的诱惑越多，你们就越要告诉自己，坚守自己的本心，活得越简单越好。那么第三张牌呢，节制啊，节制的话呢，我觉得它就是反人性的一张牌啊。你们越是想要快的时候，就越要告诉自己要慢下来；你们越是想要看到结果，你们就越要告诉自己先把过程做好；你们越是想要一段美好的感情，你们就越要告诉自己先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闪闪发光。所以说9月份它是一个沉淀自己的月份啊，让你们的心定下来，定能生慧，而智慧又能帮助你们解决很多的问题啊。你们要告诉自己，从现在起，我要谨慎地选择自己的生活，不再让自己轻易地迷失在各种诱惑里啊！因为我的心已经听到了来自于远方的呼声，我再也不需要回到过去，关心过去的种种是非，我已无暇顾及过去啊！我要向前看。所以说，当你们迷茫的时候呢，就先不要想那么多啊，因为你们越想就越容易被负面的情绪淹没啊！先把眼前的事情一件件做好。即使还没有取得重大的突破，但是其实你们也是在一点点的朝那个方向靠近的。9月份的话呢，逆位的权杖10啊，我觉得9月份它应该是一个很轻盈的月份啊，没有那么多的苦大仇深的东西，没有那么沉重。你们的精气神其实锁得不够紧啊，总是会外散，无法专注和凝聚在自己的事情上面。表面上看呢，就是你们什么事情都想管，什么事情都要操心，但是本质上是什么事情都会影响到你，什么事情都会绊住你。所以说你们其实是有能力过上潇洒和轻盈的生活的，但是你们自己的时间和精力都不是专注在自己的最重要的事情上，导致目标迟迟无法完成啊。所以9月份我觉得真正重要的事情就那么一两件，先把那一两件事情做好，不要东张西望，也不要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啊。逆位的死神呢，我觉得9月份的话呢，会有幸运女神的庇护啊，让你们有意识的远离一些危险的人和事，会与一些危险擦肩而过啊。这个时候你们会感觉到好险啊，原来你们是被幸运的守护神笼罩和庇护的。权杖侍从的话，会有一个新的开始啊，可能会有一个人为你们带路，会有一些信号指引你们，可能会出现一些重复的天使数字啊，或者说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人出现，或者说邀请你们，给到你们一些指导啊，有人会邀请你们去参加一些活动，生日宴会，看到彩虹，或者说野外的小动物啊，它都是一种转运的信号，来帮助你们在9月份完成这种人生转变的。那我们抽到的这张逆位的圣杯4呢，会有一个人，他的这种关心呢，可能不会表达出来，但是他一定会默默的为你们做着什么事情，
或者说在默默的为你们祈祷和守护。就是有一些人他可能会和你们有很深度的这种连接吧，或者说他会用爱来守护你们。你们两个人可能不能见面啊，会通过一种很特殊的方式来交流啊。然后呢，我们抽到这张第八张牌，就是说这个太阳牌啊，在人际关系方面会有一些深度的互动吧。9月份你们可能会回到过去的某个地方，然后一些美好的回忆涌上心头啊。太阳牌它其实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连接，通过爱来连接，回到那个让你们感到安全的空间里去啊，回到那个让你们感到信任的人身边。爱自己，爱他们，爱会连接一切的能量，爱会释放一切的困惑，爱会给我们想要追寻的答案。所以说9月份的话，要多信任自己啊，信任爱你们的人，因为他们能够给你们能量，并且尽量和能够滋养到你们的人待在一起啊。9月份其实太阳牌你们会变得更积极、更乐观、更愿意相信，接下来会有一些美好的事情发生，然后这种自我实现的力量就会真的推动、驱动你们去看到那些美好，去体验到那些美好。那我们抽到的这张牌呢 ，Sitting in the Power 啊，9月份的力量来自于你们待在一个地方，能不动就不要动啊，不要到处乱跑。因为你们可能总是想要去外部世界寻找答案，但是其实这个答案它不在别处啊，这个答案就在你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地方啊。这张牌呢 ，Sitting in the Power 啊，就是你们已经身处于力量当中了。你们寻找的东西就在原点啊。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你们寻找的答案就在此时此刻。所以说我觉得这张牌它就是在告诉你们啊，如果有一天你们不再去寻找什么东西啊，比如说你们不再去寻找爱情，只是去爱，不再渴望成功，只是去做，不再追求空泛的成长，开始修养自己的性情，那么你们的人生才刚刚开始。第二张牌呢是 The Medium's Toolbox，它是一个工具箱啊，就是说有一些问题迟迟没有得到解决，是因为你们没有很好的把你们的优势结合和利用起来，你们的手上有很多的工具，你们没有把这种工具很好的利用起来，就会让你们就是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有一点手足无措。好好想一想你们自己的优势和能够调动的资源啊，其实不需要寻求外部的帮助，很多问题你们自己就能够解决。然后第三张牌呢，就是 Creative Expression 啊，它是一种有创造力的表达，就是说9月份其实你们很适合去做一些你们没做过的事情啊，有很多天赋啊、灵感的涌现啊、天马行空的想法，对于一些用创造力和想象力来谋生的人来说，9月份不要吝啬挥洒你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，把你们的思维和灵感记录下来，会变得非常的有意义。而且一定要流畅的去表达自己的想法，你们在表达自己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机会出现，持续的输出啊，你们的想法会通过某种形式展现出来，把你们内心当中的思想、观点和感受记录下来，然后分享出去，并且你们在记录自己的这种想法和观点的过程当中，其实也是在沉淀你们的情绪，把你们内心当中的痛苦用这种方式升华。你们内心当中的那些想法、观点、思维，还有创造力和想象力，它都是你们宝贵的财富啊！用一种方式把它们聚合起来，等你们会发现这个过程非常的有意义。好，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。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，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，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。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第二组牌。第二组牌的话，首先我们抽到的这张权杖国王啊，我觉得在9月份你们应该是会有一个很厉害的人来助你们一臂之力的，一个老师一个导师领导啊，会手把手的教给你们一些东西，传授你们一些经验啊，基本上是这种1对1的感觉。所以9月份你们会因为这个很厉害的老师走一些捷径啊，因为得到他的辅导的话，很多事情你们都不需要亲自去体验，你们就能够得到很有用的结论。9月份的话，快速成长的一个月份啊，很适合你们去静下心来，踏踏实实的做一些事情啊。而且呢，这张星币骑士啊，我觉得9月份的话，会有一个骑士啊，他会带着一个好消息，千里迢迢的来到你们身边。
这个骑士手中的星币可能是一份快递啊，这个快递会跨越很远的距离送到你们的手上，它会象征着一个新的开始啊。这个星币骑士，你们9月份可能会得到来自于某个人、某个你们心里想着的一个人给到你们的祝福吧。星币骑士的话，它是这样的一个指引啊。然后第3张牌呢，星币侍从的逆位啊，9月份的这个一开始这个阶段，你们可能会延续8月底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啊，会有一点迷失，有一点麻木啊，对一切都丧失了兴趣啊，感受到心理创伤，或者说曾经对于这个生活的热情被消磨了，缺乏好好工作生活的热情和动力。我觉得在8月底到9月初这个阶段，你们可能会陷入到一种虚无主义啊。就是有一种身体上和精神上的疲惫感，怕麻烦，怕开启新的东西，就很多事情就是麻烦，就是因为怕麻烦才会出来，不能因为想避免麻烦就把事情堆积在一起。你们的顾虑越多，越不敢竭尽全力，你们就越没有办法得到相应的回报。逆位的星币骑士呢，星币侍卫，我觉得就是在一些事情上面，你们会害怕看不到结果，就导致自己内驱力不足。很多事情你们要先看到结果再行动啊，因为你们往往，那个结果其实，如果说你们要先看到结果再行动，那么你们往往是看不到结果的，因为那个结果是在你们行动的过程当中才显化出来的。所以我觉得这个结果，你们一旦开始设定了目标之后啊，就要忘记那个结果，然后去做它。你们做的过程当中，硬着头皮往前走，你们才能够看到路啊。这个过程当中，我觉得有的时候你们很容易给自己打退堂鼓，就感觉好像别人做什么事情都轻而易举，怎么到了你们的身上就变得阻力重重啊？你们会怀疑是不是自己没有天赋，但是实际上以你们的努力程度呢，还没有到比拼天赋的那个阶段。就是说，本质上你们在做一些事情的过程当中啊，可能缺乏了思考，忽略了一些细节，导致进展不及预期。这个时候，你们先要放一放手上的事情，然后去做一个思考、深度的复盘和总结。也许换一种方法和策略，能够让你们事半功倍。所以说，9月份一开始那个阶段是最难熬的，因为你们要确立一个新的目标，确立一个新的方向，确立一种新的策略和方法论。所以说，宝剑王牌啊，9月中旬你们整个人就开始走上正轨了。我觉得9月份的上旬你们会在泥土里挣扎，但是到了中旬你们就会开始绽放，因为你们会确立了一个目标。这个时候呢，我觉得9月份你们会明白一件事情吧，就是关于你们人生当中的那些顺境和逆境啊，本质上他们都是同质的。你们要坚定的接受这两者，因为我们不再希望事情本可以有不同。因为我们知道为何我们是这样如此不完美的存在，以及为什么过去我们可能会不可避免地搞砸了一切，但是最终呢，我们能够迎着忧伤里混着喜悦的泪，对我们的人生给予一个大大的肯定，为的就是这绝对可怕的人生里那些零星的令人惊叹的美好。所以我觉得9月份你们会有这样的一种心态去面对一些阻力和挫折啊，就是你们会把它看成滋养你们成长的养料，因为在你们的世界里边，其实我们为的就是，或者说我们坚信啊，在前方有一些零星的令人惊叹的美好在等着我们。也许这个世界上绝大部分东西你们都喜欢不起来，但是你们要相信啊，总有一小部分美好能够留住你们。所以说9月中旬你们要重新燃起新的希望啊，并且决心为此耕耘，耐心等待收获的那一天。我觉得这组牌呢，你们依然是有一颗热烈的、跳动着的、炙热的心的，但是可能就是因为一些短暂的这个阶段性的挫折和打击啊，你们以为它熄灭了，其实没有，它只不过在等待着一个契机，再一次的热烈的跳动起来。所以说这张月亮牌，我觉得9月份你们会默默努力吧，会把你们不会把内心当中的想法和计划说出来，但是月亮这个逆位就说明你们的野心其实是在一点点的膨胀的，加速膨胀，有一种深藏不露的感觉。于无声处听惊雷，你们越是内敛的、隐忍的、低调的，你们内在积蓄的这种能量也就越来越汹涌。一旦爆发就是一飞冲天，一旦爆发就是海阔凭鱼跃，天高任鸟飞。你们会用这种爆发的力量冲破阻碍了，然后来到一个新的世界。所以说你们感觉到自己的能量越是阻塞
和卡顿的，那么未来它就越会像弹簧一样被压得越紧，未来向上反弹的能量也就越强。而这张正义呢，我觉得9月份的话，你们其实不会去死磕一个事情啊，就是你们会发现有的事情钻牛角尖反而会没有那么容易的去解决掉，你们可能会尝试着偷懒，用一些更聪明的方法迂回的去解决一个问题，反而能够帮助你们更快的达到那个地方。所以我觉得这张正义牌呢，就是说有一些事情它不是你们能用蛮力解决的，你们要用巧劲巧妙的方式去解决它，不要钻牛角尖啊。有些事情发生了，你们就当它没发生过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因为那些事情其实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如果你们在任何的小事上面都钻牛角尖，可能在更重要的事情上你们就没有精力去处理了。所以说生活有的时候会把我们摇来摇去的，但是我们还是要找到自己的这个轴在哪里啊？永远专注在那些真正重要的自己喜欢的事情上面，专注在自己认为对的事情上面，这个时间就会给我们答案的。那这个星币2的话，我觉得9月份你们就会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啊。一开始是那种摇摇晃晃的感觉，没有办法平衡好自己的时间和精力，总是被拉扯，总是在两种状态和身份之间来回的切换和摇摆。但是在9月下旬，你们会达到一种完美的平衡，就是你们会非常自如的切换自己的角色和身份，游刃有余的把事情处理好，然后达到一种完美的平衡。所以9月份的话，我觉得你们可能会把之前的这种劣势补齐啊，用优势的部分来填平你们的劣势，这个时候你们就会达到一种平衡啊，就是你们身上没有一个明显的短板和弱点啊。9月份的话呢，就是你们可能会把一部分时间和重心放在你们的短板上面，让它快速的成长起来。因为木桶理论啊，就是你们的下限是由你们的短板决定的。当你们把短板补齐以后，你们的下限就会大大提高。然后你们要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到极致，这样的话，你们的上限也会被提高。9月份的话呢，如果说你们担心自己没有办法同时处理好2件不同的独立的事情，那么这张牌就告诉你们啊，你们不仅仅可以完成它，你们还可以完成得很好。游刃有余的把这2件事情啊，同时处理的2件事情，都做到远超你们预期的那个程度啊。所以说这张逆位的高塔，你们可能以为要告别一些事情吧，就是有一些不可避免的离别，或者说走向终结，但是9月份可能还会有峰回路转的可能性。会出现一个新的转机啊！我觉得这张牌就是在告诉你们，每当你们坚持不下去的时候，命运它就会显化出一个新的转机啊，就好像是命运在和你们开玩笑一样。所以说，任何事情啊都是在矛盾当中得到发展的，任何事情它一定都是一波三折的。那我们9月份抽到的这3张灵魂神谕卡的第一张牌就是 Creating Sacred Space 啊。你们需要有一个自己思考的空间吧，沉默的空间，独处的空间啊，这个空间是神圣的，没有任何人可以打扰到你们啊。你们在这个空间里边可以完成很多的关于自我的探索，关于宇宙的思考，你们的精神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升华。所以说，一定要给自己的人生留白，留出那些停顿和空白啊，那是美滋养的空间，那是滋养你们创造力的空间，就是你们的想象力会在这个Sacred Space 里边得到成长啊。9月份你们看起来被困住了，在一个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边，但是在这个有限的区域里边，你们反而能够得到精神层面的自由，因为你们会给自己创造出一片神圣的只属于你们自己的空间。那里啊，就是你们会有一个细腻而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宫殿。然后第2张牌呢是 Spirit Communication Process 啊。9月份的话，你们可能会和一个人有很强的精神层面的连接，或者说你们会频繁的和已经逝去的某个人有这种精神上的连接，比如说你们会频繁的梦到某个人，或者说会看到一些似曾相识的东西，激发出你们过去的回忆。9月份你们的灵性能量、灵性智慧是很强的，会有很多的预感，第6感也会一一应验啊，所以说要倾听你们内在的这种感受啊。然后第3张牌就是 Practicing Patience 啊，就是要有一点耐心啊。生活本身它就是一本很厚的书，要耐心的一页页的把它翻下去，越到后面越精彩，会有一种百折不挠的能量在里边。要对一些人和事异常的有耐心，这种耐心会在9月份给到你们回报啊。不要想一步登天啊，
耐心是一种美好的品德，学会慢慢的收获，慢慢的成长啊，慢就是快，因为关于生命当中的很多东西啊，它都是具有生命的特质的，它需要不断的积累量变产生质变。好，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啊！如果你们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，可以在我的视频下面留言点赞，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。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！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第三组牌。那第三组牌，首先我们抽到的这张星币9啊，它代表的是一种很小资的生活，就是说在9月份会有这样的一个阶段吧，可能是上旬、中旬或者说下旬。你们可以自己选择给自己放一个假，整个人非常的惬意放松啊，自己给自己松绑啊，精神和身体上都彻底的放松下来，处于一种没有控制欲的状态下，你们会用一些精神养料来丰富自己，比如说看一本书，看一部好的电影。我觉得你们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，你们之前可能一直都处在一种高度紧绷的状态下，当你们经历了忙碌的遍布危机的一天、一周或者说1个月之后，你们选择的不是放缓脚步、放松心情，而是想方设法的让自己继续保持忙碌的状态，比如说熬夜看新闻、网上冲浪、寻求新的任务、狼吞虎咽的吃一些不健康的食物等等啊。随着时间的推移啊，你们可能会越来越沉迷于这一类过度的刺激啊，对这种刺激会产生依赖。所以说这张星币9，我觉得就是在试图告诉你们，9月份你们一定要安排这样的一个阶段。整个人彻底的放松下来，强制停止你们手上的工作，因为只有这样，你们才能够学会怎么样去更好的休息，因为只有你们学会了怎么去更好的休息，你们才能够更好的去工作和学习啊。劳逸结合的工作和学习的方式，它才能够持续下去啊。就是切记不要用力太猛，也不要太激进，不要让自己的能量时时刻刻都处在一个紧绷的状态下。第二张牌的逆位的圣杯侍卫啊，这个圣杯侍卫我觉得应该是会有一个人向你们奔赴而来啊，他是一个水象特质的人巨蟹、天蝎或者是双鱼，很温柔很疗愈啊，但是他是一个逆位的状态，就说明你们两个人可能说他对你有好感，但是你们两个人可能会有一种现实层面的阻碍，他可能会被一些不可抗拒的外力的因素所挡住啊。这个水象特质的桃花，他是一个很有少年感的人啊，很清新的能量。会千里迢迢的跨越某种阻碍来找到你们，所以说在9月份的话，因为它现在是一个逆位，可能到了9月份的时候，它会从逆位变成正位，就是你们阻碍你们的这样的一种能量，会想办法把它克服掉啊。9月份你们会和这个人有一个很密切的、频繁的沟通和交流。而第三张牌呢，就是这个圣杯8。9月份它也是一个做断舍离的月份啊，你们会主动的离开一些不断消耗你们的人和事啊，这也代表的是你们会离开自己的舒适圈，会尝试一些新的挑战啊。你们可能是在一个舒适圈里边待着太久了，这会让你们有一些新的想法滋生出来，会促使你们做出一个行动和改变，就是改变你们的生活模式，会有一个革新。我从这张牌我看到的是一种主动离开的勇气和决心，这意味的是你们不需要再依赖谁，也不需要依附于任何人，你们是自己的主人，在9月份你们自己可以做决定。而这张逆位的圣杯3呢，9月份你们也会拒绝掉一些无效的社交啊，之前你们可能就是在频繁的参与到这种社交当中为了社交而社交，淹没在了这种无效的社交里边，可能会导致你们耽误了很多更重要的事情啊。所以说9月份你们会刻意的减少自己的社交，保留那些最重要的社交，无意义的社交全部都推掉。9月份我觉得你们会对自己的这种人际关系做一个梳理啊，把那些不重要的人剔除出去，你们会活得越来越简单，越来越透明啊。9月份可能一开始你们就会删掉一些人，删掉这些人以后你们把他们剔除出去以后，你们整个人的世界就会变清净。而且呢，这张权杖7啊，9月份的话还会有一个很大的挑战，会有很多人关注到你们啊，就是抽到这组牌，一部分人你们可能会有一个汇报啊、演讲、工作报告，就是你们会参与到这个挑战和活动当中啊，它需要你们去主动的展示自己，会有一个项目来让你们主导，你们是一个中心点，一个枢纽，在一个很核心的位置上。
你们现在可能还是会有一点忐忑的，因为你们会担心自己完成的不够出色，或者说担心自己临场的表现和发挥。你们的实力是有的，但是你们对自己不够自信啊，你们整个人的能量是处在一种比较保守和谨慎的状态里边的，还是有一点放不开自己的感觉。你们其实最担心的还是害怕自己做出的努力是无用功啊，感觉自己在原地踏步。你们又会很在意周围人的看法和目光，这就会进一步的束缚和限制你们。所以说我觉得权杖七这张牌呢，反而是让你们能够在9月份啊，越是有人关注到你们，其实越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，能够让你们放下自己身上的那种包袱。9月份的话，在晚上啊，它会有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？晚上你们的思维能量会很活跃啊，就是晚上会紧锣密鼓的去准备一件事情啊，可能也会和这个权杖七有关系。晚上你们会有大量的思考啊，会调整自己的策略，也会试着说服自己啊，不去在意周围人的这种目光和看法，只是做你们自己啊。利用好晚上的时间，能够让你们在9月份啊，很多事情上面有一个突飞猛进的发展，甚至可以弯道超车。而且呢，这个权杖七它还给我一种感觉，就是你们可能很容易会把一些事情堆起来，然后一口气把它做完。但是9月份我建议你们还是尽量就是不要拖啊，今日事今日毕。如果说把所有事情堆起来的话，可能会虎头蛇尾，手忙脚乱啊。9月份你们要遵循这样的一个策略，就是一开始你们先把最难的、最棘手的问题硬着头皮把它们解决掉，就是一开始会很难，但是后面会越来越轻松。否则的话，9月份你们就会头重脚轻啊，越到后面压力越大。9月份一开始的那个阶段，你们整个人其实是充满了活力和能量的。那这个时候你们去解决一些很棘手的问题和挑战，往往是会产生这种事半功倍的效果的。而且呢，这张权杖女皇啊，9月份你们是很耀眼的存在啊。权杖王后她是一个人群的最核心的位置，别人能够一眼看到你们。9月份你们在自己的衣着穿搭上面会下一些功夫，可能会穿一些很明亮的鲜艳的颜色啊，能够让人眼前一亮啊，一眼就能够在人群当中辨别出来你们。我觉得这是一种自信的表现，就是不要把你自己隐藏起来，而是要大胆的展示自己。9月份是你们开始发光的一个月份啊，会变得越来越自信，越来越大胆。你们是活在自己的热爱里闪闪发光的，并且呢，穿一些比较明亮的鲜艳的颜色，它会让你们整个人就是充满能量和活力啊，会让你们变得更自信，更大胆的去展示出自己的这样的一种自信的状态。9月份呢，宝剑七啊，你们可能内心当中还藏了一些秘密啊，忍辱负重的感觉，但是你们不会把它说出来，你们内心好像憋了一口气，想要证明自己，或者说内心当中有一些委屈，但是我感觉你们内心当中的这种感觉，它是在变得越来越坚定的，就是会狠下心来斩断自己的情欲，顶着压力往前走。宝剑七就是很想证明自己，你们很想得到认可，很想要得到承认，但是呢，就是你们在得到这种认可啊，在得到别人的承认和认可之前，我觉得这组牌它已经给到你们认可了。这种认可其实更多的是你们对自己的一种认可。我觉得虽然说你们很渴望外部世界对你们的这种认可，想要证明自己，但是在这之前，你们一定要先和自己和解，就是你们要先认可自己。这个时候，你们和自己的关系，其实它就会投射到你们和这个世界的关系。当你们开始认可自己、接纳自己以后，这个世界它也会逐渐的开始认可你们、接纳你们。9月份的话，不要吝啬对自己的认可和褒奖，学会赞美自己的付出和努力。你们是最棒的，你们值得所有的美好。所以说，我们抽到的这3张牌呢，第一张牌啊，就是这3张牌就是给你们的一个灵魂的指引和建议啊。第一张牌是 Energy Scanning 啊，我觉得9月份你们的能量场是很敏感的，就是你们能够通过自己的能量场感受别人的能量场，识别出来一个特定的人，就是你们的心会对那个特定的人打开，并且你们也能够通过这种能量场啊 ，Energy Scanning 它代表的是一种能量的扫描，你们能够辨别出来什么人是你们的朋友，什么人是你们的敌人。你们通过这样的一种学习和感知，你们就能够知道什么人他能够帮助到你们，但是什么人你们需要远离。你们一定要学会倾听自己的身体给到你们的感受。
如果你们的身体让你们远离一个人啊，那就不要向他再靠近啊。之前你们可能有过这样的一个教训吧，就是明知道一个人很危险，你们还要向他靠近，最后往往一定是你们会受到伤害，会吃很多的亏。9月份你们要吸取这个教训啊，不要让这个错误重蹈覆辙了。第二张牌是 Soul Guidance 啊，我觉得9月份牌面当中的这个蝴蝶，它象征的是一种破茧重生的过程啊。你们可能正在经历一个痛苦的蜕变，而且这个痛苦的蜕变是你们主动的去蜕变的，这个过程可能会很漫长，但是9月份的话，你们应该就要完成这个蜕变了。9月份在你们破茧成蝶之后，你们整个人就会开始发光，这个过程会激发出你们强大的心理能量。在你们跨越苦难之后啊，等到你们10月份啊，或者说等到明年你们再看9月份，或者说2022年所经历的一切，你们会觉得一切都很值，因为你们会从中得到成长，你们的思维也会从为什么我会遭遇到这件事情，变成这件事情教会了我什么。那么第3张牌呢，就是 Get Grounded，Let's Get Grounded， 就是9月份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特质就是你们要活得具体一点，做具体的事，爱具体的人，远离抽象，靠近具体，远离宏大的不切实际的东西，靠近那些琐碎而具体的美好。因为焦虑的反义词呢，它其实就是具体，活得具体一点，能够帮助你们缓解焦虑，踩在具体的路径上，一步步往前走。好，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。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，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，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。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